在 DIY 设计建造一辆皮卡房车，这一期主要介绍一下我为什么给房车设计了6套窗户。大家好，延平 Mesas， 是 Gary。今天会收到这个房车的门窗，我从开始沟通预定到今天应该可以收到货，用了2周多的时间。全是定制的尺寸，因为呢，皮卡的房箱空间很有限，如果是购买标准的尺寸的话，很多的空间是利用不足的。我就比较较真儿在这方面，所以全是尽量把空间利用到的这么一个尺寸，周期会更长一些。然后一共是1个门加上6个窗户，所以整个房箱要开7个洞，就是这个数量啊，我觉得现在在市场上，不能说市场上吧，在市面上，应该是最多的。我没见过其他的有成型产品的是这么一个配置。当然我这个是自己改，所以我用料就比较足。价格这一块我就尽量还是按自己理想中的一个状态去打造。因为我说一下我的一个逻辑啊，为什么我安了这么多窗户？很多地方其实装排气扇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排气扇吧，它显得会比较压抑，它比较闭塞。既然是通气，那倒不如说安一个窗户会方便一些。还有呢，就是我在额头床那一块儿，我现在是装了3个窗户，未来可能是变成4个。因为有一面考虑孩子现在比较小嘛，我从安全性这块角度来说，我有一面我是没有装，所以未来理论上额头床是一个4面通风的一个状态，会很凉快。因为我是在限制整个房箱的高度，相应的那额头床这块高度是受到一定挤压的，相比于这种升顶房车。那作为补偿，我就想说是利用窗户的通风透气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让这个额头床的空间比较别显得那么压抑。我相信这样做的话会很好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我装了这么多窗户，是因为我觉得房车无论是皮卡房车还是各种 ABC 型的房车，我房车的目的不是说我成天生活在房车内，当然这个生活在房车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我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舒适方面的一些设计。那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，房车它是可以作为一个移动的家，去和很多外部的不同环境的外部世界去交互。那交互嘛，我就需要有更多的开放的空间，对吧？窗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，所以窗户不仅仅是一个透光透气这么简单，而是说比如说我皮卡房车，我停在一个海边，我停在草原上，那我其实打开窗户，4面的窗户，我就可以和这个自然融入在一起，这是我很希望说能达到的一个状态，一个感受吧。所以窗户门这方面我都是按尽量大的尺寸去做的。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前期的框架工艺的时候，每一步都要尽量精确，尽量去把这个误差控制住，因为我怕最后这个门窗，有的地方这个装不上。真是不轻，卡扣数量也多了，先撤了，买杯奶茶去。